中国航母舰载机有重大进展，若服役我国航母战斗群，战斗力又将大幅提升。那么研制难点究竟在哪？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内容。关于我国的航母舰载预警机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而在不久之前，我国国产的新型固定翼舰载预警机成功完成了试飞，这又是一个好消息。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研制出了固定翼舰载预警机，也就是1-2舰载预警机，而法国获得了美国的1-2舰载预警机。因此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有固定翼舰载预警机服役。如果中国的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研制成功并且正式服役，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2个研制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世界上第3个固定翼舰载预警机服役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只有这少数的国家拥有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研制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呢？与陆基预警机相比，固定翼预警机的研制要难得多。首先，舰载预警机对于飞机的平台要求很高，因为它需要从舰上起降，在舰上起降也就意味着舰载飞机平台的结构强度与一般飞机平台的结构强度相比，要求要高很多。其次，也就是舰载机要具备很好的低速起降性能，因为与陆基预警机相比，舰载机需要在距离非常短的甲板上起飞，而不论是使用弹射装置起飞，还是通过滑跃式起飞，对于舰载机的要求都是要拥有尽量低的离地速度。之所以这样，是为了降低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对军舰的冲击力，同时也要降低飞机的着舰速度，以确保可以在较短的甲板上成功着陆。要完成这些，就要求对飞机的机翼使用高效率的增声装置。除此之外，由于预警机的最大作用，它需要在有限的重量以及有限的空间内去装配众多系统以及雷达，比如去探测敌军距离的高性能雷达，还有通信设备和电子战系统。要完成这些要求，不仅需要预警雷达实现很高的自动化程度，以满足探测距离，还要同时解决好供电以及散热等问题。而固定翼舰载预警机与预警直升机相比，具有更强的反应型能力。在现代发现机毁灭的战争中，更何况预警机的特殊作用，它的隐形性能将更加重要。此前多次有消息称，我国的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已经完成建造，并且据已公布的消息来看，已经完成了几次试验试飞。如果一切顺利，我国的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开始服役，将预警直升机替换下来，那么我国航母战斗群的战斗力又将提升一个档次。近日，我国公开放出加勒万河谷冲突始末的相关视频，引发了国内外众多的关注。而在当前双方已经有序进行脱离接触时，印度开始对前线官兵进行表彰，而其中就有媒体发现，表彰列表中还有那个被在中印冲突中率先动手的印度军官。在当地时间2月23号，印度麦尼普尔邦的首席部长比伦辛格公开表彰了在2020年6月份加勒万河谷冲突中的印度军官曼宁巴，并因其突出表现颁发了一枚法尤塞纳奖章。这枚奖章通常被印度人看作战士英勇奖章，但实际上看过视频的都清楚，这个曾被误认为是华裔的印度军官，也就是仗着当时人多才敢肆无忌惮的行事。等我军支援一到，连队友死活都没管，撒开腿就跑了。20多人的死亡名单里，至少有大半是印度士兵嫌逃跑带着伤员太麻烦，给扔在高原上被冻死的。据了解，这个被误认为是华裔的印度军官曼宁巴，其实是印度东北地区生活的纳加族。在印度地区的历史较长，加上没有文字记录可以参考，网上对这一族的出现有2种说法，一个是蒙古族迁移过去的，另一个说法是由缅甸和中国2国的人口迁移混居形成的，而这一族生活的地区也被称为纳加丘陵。向北可以进入我国云贵高原，向南则是缅甸地区。有观察人士指出，纳加一词在不同语种中有不同的意思，在缅甸语中指的是有耳洞的人或是不穿衣服的人，而孟加拉语则是有蛇的意思。这些词语也间接代表了这一族的生活习惯。不少考证者也发现，当地的民俗中有祭祀蛇类图腾的历史，这一点也被不少人怀疑，其实祭祀的是龙，只是因为历史演变被后人看作了蛇。据了解，纳加人与印度人绝大部分民族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皮肤更加偏黄色，爱用人骨制品当作勇士的象征。与印度各种土著相比，纳加人更加骁勇善战。在英国殖民时期，对英国反抗最前线的就有这一族人群的身影。而到了印度独立时期，印度国家意识开始出现，这个时候的纳加族人就分成了2个主流的派别，一派是倾向于接受新德里的统治，另一个则是坚决反抗到底。前一派一直在努力融入印度社会，加上相对的骁勇善战或者说鲁莽，很多都进入印军中任职。到1959年前后，该地区被纳加族群生活的地方被新德里命名为纳加兰，建立纳加兰邦。值得一提的是，有网友认为这些被推出来上前线挑事儿的不可能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执行者。制定计划的其实是印度前线第17军第3师的师长阿比吉特·巴帕特少将，这些躲在幕后的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印度总理莫迪再次对外重申了印度在武器售卖上的雄心壮志，并且表示，在如今全球几乎都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很多小国对武器的需求也不断上升，这正是印度面向全球出口武器的一个大好时机。莫迪还强调了一下，目前印度已经向全球40多个国家出口了武器，其中就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以色列、南非、瑞典等大国，但是中国只能向亚非等国家出口武器。印度刚和美国打得如胶似漆，就开口要向美国出售光辉战斗机的教练版，还大言不惭地说再也没有比光辉战机的教练版更好的战斗机。之后，美国虽然没有采购印度的光辉，但是因为要怂恿印度在边境继续对峙，毕竟此前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的冲突中，似乎就因为印度的雷达定位系统吃了大亏。亚美尼亚直接表示，从印度买的雷达系统在面对阿塞拜疆时几乎毫无作用，要印度赔偿亚美尼亚的损失。